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冯绍峰现身医院带孩子就医，结束后孩子乘赵丽颖的车离开。网友：离婚夫妻合作育儿模范。2025年4月10日。冯绍峰被拍到独自带5岁儿子想想现身上海某儿童医院，全程低调护子的画面登上热搜。这位昔日荧幕男神以全黑造型包裹严饰，却在细节中展露细腻父爱，而前妻赵丽颖随后接走孩子的默契分工，更让网友感叹离异父母教科书式育儿。就医全程，硬汉父亲的温柔时刻。据目击者描述，冯绍峰当日头戴棒球帽，口罩遮面，黑色卫衣与儿子红衣形成鲜明对比。面对医院陌生环境，想想紧拽父亲衣角，冯绍峰始终半蹲与孩子保持平视，用低沉声线安抚情绪。挂号、候诊、检查环节中，他一手抱娃，一手护住孩子头部，连医生问诊时也全程紧盯儿子反应。被网友戏称人形监护仪。抚养模式，分工明确的接力育儿。就诊结束后，冯绍峰独自驾车离开，而赵丽颖安排的保姆车早已等候在外。这种父亲负责医疗事务，母亲接手生活照料的模式，正是两人离婚3年来的默契约定。此前媒体多次拍到双方轮流带娃场景，冯绍峰接送放学，参加亲子运动会，赵丽颖休假期间陪儿子逛商场，记录成长日常。即便工作繁忙，两人每月都会通过助理协调育儿日程表。破冰互动，从夫妻到战友的蜕变。不同于其他明星夫妻离婚后老死不相往来，冯赵夫妇在抚养权问题上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成熟。曾有娱记透露，二人唯一联系方式是共用的育儿群，所有关于孩子教育、健康的问题都及时共享。此次就医事件中，赵丽颖提前协调车辆接应的细节，更被粉丝解读为离异夫妻信任重建的里程碑。舆论风向，公众眼中的模范父母。该事件评论区呈现暖心画风，多数网友点赞父母之爱不应被婚姻状态定义。心理学专家在相关话题中指出，冯赵二人规避了丧偶式育儿和抢夺试探式2大常见离异家庭陷阱，为孩子营造出双倍关爱的成长环境。而娱乐圈观察人士则认为，这种坦荡互动反而消解了狗子跟拍价值，堪称明星处理隐私与公共形象的范本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冯绍峰近年逐渐减少戏约，专注家庭，赵丽颖则在斩获金鹰视后放缓事业节奏，双方都在亲子陪伴中完成自我成长。正如某娱评所言，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活成彼此尊重的大人模样。这段始于知否的爱情故事，或许未能成就婚姻永恒，却在育儿战场上续写着另一种圆满。2. 冯绍峰独自抱着孩子进医院上热搜。当镜头捕捉到冯绍峰独自抱着孩子匆匆走进医院的那一刻，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瞬间沸腾。这位曾以霸道总裁形象深入人心的男演员，此刻褪去光环，以父亲的身份完成挂号、问诊、安抚孩子的全流程。他的衣袖上沾着孩子的泪水，手里攥着病历本，眼神里没有慌乱，只有专注。这一幕不仅是一个明星的私生活片段，更成为当代中国性别角色转型的生动注脚。传统叙事中，男主外女主内的脚本早已被默认为家庭分工的标准答案。男性在育儿领域的缺席，曾被合理化解释为经济支柱的责任，而冯绍峰独自带娃就医的行为，恰似一记重锤击碎了这面陈旧的镜子。值得玩味的是，事件后续中赵丽颖派专车接走孩子的细节，更凸显出新型育儿分工的流动性。父母双方根据实际需求动态调整角色，而非固守性别标签。
这种现象与北京市2023年的调研结果形成共振。深度参与育儿的男性不再将育儿视为帮忙，而是通过评估家庭成员的能力优势进行责任分配。比如有父亲发现妻子在职业发展关键期，便主动承担起夜间喂奶、接送早教等任务，用行动支持伴侣的职业抱负。这种基于理性协商而非性别预设的分工模式，正在重构家庭决策的底层逻辑。当我们凝视冯绍峰在医院走廊抱着孩子的背影时，看到的不仅是父爱本能，更是社会观念迭代的缩影。就像最新电影中开始出现展现男性脆弱面低角色，现实中的父亲们也在打破钢铁直男的刻板印象，他们可以同时具备哄睡时的温柔、处理急诊时的果决、调配工作与育儿时间的管理智慧。这种转变背后存在双重驱动力：一方面，年轻父母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，更易认同性别平等理念；另一方面，城市生活成本攀升，迫使家庭必须最大化利用所有成员的潜能。有父亲坦言，当我发现自己的冲泡奶粉速度比妻子快3秒时，突然意识到所谓母亲更擅长育儿不过是社会催眠的谎言。这种基于实践能力的责任分配，正在消解传统性别分工的合理性神话。传统家庭像一座等级森严的金字塔，而现代家庭更接近动态连接的神经网络。当冯绍峰这样的公众人物展示育儿参与度，实际上在为新型家庭模型提供可视化样本。研究显示，父亲深度参与育儿的家庭中，孩子情绪管理能力提升23%，夫妻关系满意度增加18%。这些数据背后，是家庭功能从生存保障向情感共同体的质变。这种结构转型带来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。某互联网公司的弹性工作制试点表明，申请育儿假的男性员工创新效能反升15%，陪伴孩子夜间哭闹的经历，竟成为他们理解用户体验痛点的特殊训练场。家庭不再是消耗能量的后方，反而演变为能力再生的充电站。明星育儿场景从来都是社会价值观的微型剧场。当冯绍峰的育儿画面通过镜头传播，其影响力远超普通家庭案例。这让人想起某品牌广告的革新，不再让女性孤独地站在洗衣机前，而是展现父亲蹲在地上教孩子叠衣服的画面。这些影像如同文化基因，持续改写大众的认知图谱，但需警惕将个别案例浪漫化。真正推动变革的是明星效应与制度保障的合力。就像北欧国家通过爸爸专属育儿假政策，使男性育儿参与率提升至40%，我们既需要冯绍峰们的形象示范，更需要企业提供远程办公支持，公共场所增设亲子卫生间等系统性支撑。只有当个人选择遇见社会支持，性别角色的重塑才能突破表演性关怀，落地为可持续的常态。黄昏的医院走廊里，冯绍峰低头查看孩子体温计的侧影被定格传播。这个瞬间之所以动人，不仅在于展现父爱，更因为它预示着，当男性不再羞于展示育儿技能，当社会不再惊讶于父亲独自带娃，我们或许正在接近一个更自由的未来。在那里，爱的能力无关性别，责任的分担超越标签，每个家庭都能书写属于自己的育儿诗篇。